我和朋友参加了一档整蛊综艺，节目组在一个小山村扮鬼吓唬嘉宾，没想到却引来了百鬼围村。可他们不知道我是一名道士，而我朋友是唯一的地势传人。大家好，我叫齐元周，是一位通灵师。我叫薛宽，是一名阴阳先生。两人自我介绍完，都一起转头看向我。我清了清嗓子，我叫陆灵珠，是一名道士。这位是宋菲菲，是我的徒弟兼助手。我会看相算命、测字摸骨、六爻紫微、奇门遁甲、风水五行、寻龙点穴。我还会捉鬼驱邪、下蛊赶尸、跳神喊魂、降妖除魔。我说完以后，现场气氛突然特别安静。薛宽一脸佩服地看着我，你可真敢编啊！齐元周点点头，你这样编不行，赚不到钱的。现在的人不好骗了，大家都喜欢术业有专攻的，名头还是越简单越好。是这样吗？我挠了挠头，刚想解释，导演已经走了过来。我们正在参加一档非常出名的整蛊综艺节目，节目是在一个很老旧的废弃山村里拍摄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会假扮鬼来吓唬嘉宾，嘉宾被吓得越崩溃，节目的观看人数就越多。最近这节目组的收视率有些下滑，导演就想了个招。他在网上找了几个出名的玄学主播来当嘉宾，比起被吓得屁滚尿流的普通人，大家更想看到这些号称会抓鬼喊魂的玄学大师们被吓到时会是什么反应。节目等会就要开始拍摄了，大家准备一下哈。陆灵珠、乔墨雨，你们俩过来一下。我还没反应，乔墨雨已经屁颠屁颠跟上去了。这家伙是开后门进来的，当初节目组请了我和宋菲菲以后，已经够人选。乔墨雨死皮赖脸的缠着宋菲菲，最后缠到宋菲菲实在是没办法，和制片人打了电话以后，强行加塞了乔墨雨。我知道两位都是有些真本事的，只是为了节目效果，希望你们在被吓到的时候能表现得好一点。光头导演推了推眼镜，递给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导演，什么样的表现算好一点？导演手握成拳头，放在嘴边轻轻咳了2下，嗨嗨，就是反应夸张一点，激烈一点，不能让观众朋友们失望吗？我有些无语地看着导演，导演，我好歹是个灵异主播，被假鬼吓到惊慌失措，有点太离谱了吧？这是要我自己黑自己啊！乔墨雨也有些生气，就是我们俩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得加钱。加了钱的乔墨雨不顾我的反对，心满意足地拉着我走了。这是一个古老的小村落，村里甚至有许多房子都没有通电。节目组歇在村子中心的祠堂处，破旧的祠堂上还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匾，上面写着行孝思亲4个大字。我抬头看着匾额，这地方在以前是村里办丧事专用的，全村人的灵堂都设在此处。大厅的右侧还放着一具陈旧的棺材。节目组可真会找地方，要是普通人估计已经被这环境给吓到了。好了，录制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按照位置坐好。为了加强恐怖效果，节目组负责拍摄的人很少。放置好摄像机以后，导演和工作人员就全都清场，去另外一间屋子看视频了。我们5人围坐在空旷的大厅上，房梁上吊着一个颜色发黄的旧灯泡，忽明忽暗的灯光，再加上一边的棺材，恐怖效果直接拉满。我们来讲一句话鬼故事吧，怎么样？薛宽率先开口，他是平台上很火的一位阴阳先生，靠颜值走红，好多女的假装自己遇见鬼去找他，最离谱的是还有假扮被色鬼上身的，为了占他便宜，女顾客们也是绞尽脑汁。我不动声色地扫了他一眼，皮肤白皙，身材高大挺拔，确实看起来有几分姿色。和他比起来，通灵师齐元周就显得平平无奇了。1.7米左右的个子，小眼睛，黑皮肤，其貌不扬。见我们都看着薛宽，齐元周忍不住开口了：“我先来吧，咱们一人说一个鬼故事，比比看谁的最吓人。”我给儿子盖上被单哄他睡觉，他对我说：“爸爸，我的床下有怪物，你检查一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于是低头检查，但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他。他躲在床下，低声对我说：“爸爸，有人在我床上。”齐元周捏着嗓子学小孩说话，尤其最后说到最后时，更是一把抓住了薛宽的脚踝。啊！薛宽大叫一声，从地上蹦起来，因为嘴巴张得太大，还喷出了口水。我仰头敬佩地看着他，这肢体，这表情，这演技够厉害的，不知道导演给他加了多少钱。哎呀，老齐，人吓人，吓死人，知道不？齐元周笑得就差满地打滚了，显然对于吓唬到薛宽这事非常得意。薛宽有些尴尬，他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我刚刚就是配合你一下，现在轮到我说了。薛宽和宋菲菲背对着棺材而坐，我和乔墨雨则是坐在了他们的对面。薛宽刚说完话，我就看到棺材盖轻微动了一下，乔墨雨也注意到了，他朝我使了个眼色，然后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听薛宽讲鬼故事。我瞬间理解了他的意思，嘿嘿，宋菲菲等会肯定要被吓一跳。想到宋菲菲被吓得1蹦3尺高的狼狈模样，我不由得有些兴奋。薛宽还在绘声绘色地说着故事，他身后的棺材盖被缓缓推开，一只干枯的青色的手伸了出来，那手上的皮紧紧贴着骨头，看起来很像一具干尸。尖利的指甲又黑又长，乍看之下就和电影中常见的僵尸差不多。这剧组的化妆师水平真好啊！我和乔墨雨对视一眼，两人不由得更期待了。
棺材中的人瞬间跳了出来，落在地上时寂静无声，连风都没有带起一丝。我不由得大为佩服，这吊威亚的技术也太牛了吧！这扮僵尸的工作人员肯定是练过武功的。刚才落地那一下水平很高，没点拳脚功夫跳不了这么完美。破烂的衣服，掉到没几根的灰白头发，还有那张皮包骨的青灰色的脸，我越看越惊奇，像这僵尸实在是扮得太像了。1步、2步、3步，僵尸跳到了宋菲菲的背后，静静地站在那儿。宋菲菲似乎感觉到了不对，她猛然站起来，转过了身。啊！期待中的尖叫声响起了，不过是薛宽的。她被吓得连滚带爬，眼泪都喷出来了。而宋菲菲则是面无表情，甚至还不屑地翻了一个白眼。是了，她没收导演的钱，所以不用演出被吓到的模样。我和乔墨雨都很失望，宋菲菲这臭丫头胆子也太大了一点，居然毫无反应。嗨嗨，我清了清嗓子，示意宋菲菲装一下。她这么淡定，让我们等下很难演啊！啊！下一秒，宋菲菲痛苦又凄厉的惨叫声响起，一只手掌从她肩膀处穿出，尖利的指甲更是直接穿透了她的背。她白色的衬衫被戳破了，穿身而过的5根黑色指甲上滴滴答答流着鲜血。乔墨雨脸色大变，灵珠，不好，这是真的僵尸！那僵尸张着嘴，低头就朝宋菲菲脖子上咬来。宋菲菲一脚踢在她胸口处，将她蹬出去的同时，把自己从她指甲上拔了出来。我的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我是天生的阴阳眼，任何鬼物在我的眼睛下都无所遁形。可是这只僵尸出现这么久了，我居然没有在它身上看到任何煞气和湿气。宋菲菲捂着血淋淋的肩膀，朝后快速退了几步。我冲过去和那僵尸斗在一处。等冲上前了，我才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我转过头对扶着宋菲菲的乔墨雨大喊：“乔墨雨，抄家伙！”乔墨雨把宋菲菲扶到一边坐下以后，转身去角落里拿袋子。刚才因为拍摄，导演不让我们随身带着包，所以我们就把包放到了墙角，那里头可都是我和乔墨雨吃饭的家伙。灵珠，东西被人调包了。乔墨雨左手举着把塑料玩具剑，右手抓着把白色的米，糯米被人换成东北大米了。曹！乔墨雨一脸的悲愤，他扔掉玩具剑，痛苦地捶胸顿足，那可是老子的桃木剑啊，千年雷击木做成的桃木剑啊！我暗自叫苦，这僵尸都进化成绿僵了，水火不侵，力气极大，普通的3、5个成年人根本近不了身。眼下法器都被人调包了，要靠武力弄死这绿僵，实在是痴人说梦啊！你们这是玩啥呢？我去，导演组也太偏心了吧！你们的剧本咋那么丰富？我们俩的啥也没有。薛宽和齐元周凑在宋菲菲边上，正一脸好奇地看着她被鲜血染红了的肩膀。薛宽还伸手摸了摸，你这血包咋弄的？咦，闻起来还有股血腥味，这是鸡血还是猪血？我靠，你们还聊上了，过来帮忙啊！这绿江力气太大了，被他打在身上，好像被钢板抽到一样，疼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扭头看去，薛宽和齐元周在那研究宋菲菲的血，乔墨雨在一边哀嚎他的法器，居然没人上前搭理我。奋力一脚将绿江踢飞出去以后，那僵尸犹豫了一下，掉头朝着宋菲菲几人的方向蹦过去了。乔墨雨，快跑啊！乔墨雨作为地师，观星风水的本事无人能出其右，但是他自小就怕疼怕累，武艺平平，估计水平也就和现在的宋菲菲差不多。薛宽见僵尸蹦过来也不慌，反而迎面朝僵尸走了2步。哇，同志，你的妆画的可真好，而且你跳起来好远啊！我看看你这指甲，呵，怪硬的。老齐，你看这指甲是什么东西做的？薛宽和齐元周两人性格活泼，都有点自来熟，这才认识没多久，俨然一副哥俩好的模样了。此刻两人正头贴着头，脸挨着脸，捧着僵尸的指甲研究。乔墨雨见状，马上扶起宋菲菲，悄悄朝门口走去。我凝神屏息地从怀里掏出一张五雷符，这次出门身上带的符纸少，其余的全都在包里呢，用一张少一张。僵尸被他们捧着手发了会儿愣，反应过来以后，一巴掌抽飞了薛宽，然后死死掐住齐元周的脖子，将他像提小鸡一样提了起来。这种时候就看出身高的重要性了，这要提的是薛宽，他起码脚尖还能着地。呵，你玩真的？我不玩了。齐元周两眼翻白，小麦色的皮肤涨成了红紫色，看着更丑了。僵尸把他举到自己身前，头一歪就要朝他脖子上狠狠咬去。千钧一发之际，我从一旁窜出来，猛然将符纸塞进了僵尸张大着的嘴巴里。轰！僵尸的脑袋直接被雷符炸成了稀烂，碎皮肉糊了齐元周一脸。我庆幸地从齐元周身后跳出来，幸亏我闪得快，不然被糊的就是我了。哦，这僵尸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年，那刺鼻的腐烂腥臭味浇了齐元周一身。我嫌弃地往后退了2步，走到一边扶起摔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的薛宽。你们是说这僵尸是真的？薛宽惨白着脸，嘴唇都哆嗦了。这世界上真的有鬼？我狐疑地看着他，你不是阴阳先生吗？齐元周擦完脸，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来。都是混口饭吃，这行业竞争小，收入高，还不用受气。我以前就是个程序员来着。薛宽也点点头，哭丧着脸。
哦，我其实就是个做自媒体的。我们闹出那么大的动静，都没有工作人员过来看一眼，我心里咯噔一下，节目组的其他人不会都出事情了吧？灵珠，快来！门口的乔墨雨大喊一声，我急忙跑过去，见我跑了，齐元周和薛宽也紧紧跟在我身后。宋菲菲中尸毒了，脸色发青，嘴唇发黑，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眼神中满是不甘和遗憾。灵珠，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她受伤的位置离心脏极近，居然短短1刻钟时间就已经尸毒攻心，无药可救。乔墨雨脸上的慌乱止都止不住，灵珠，我的阴阳眼也不管用了，这地方好像被人布了阵法，所有道术全都用不出来。菲菲的伤口要是不拔毒，再过一会她就变成行尸了。我用力按着宋菲菲的伤口，眼眶不知不觉泛红了。这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贪钱接这档节目，如果不是我没有认出那僵尸，菲菲也不会出事。灵珠，宋菲菲吃力地说了几个字，一句话还没说完，手已经垂了下去，眼皮也紧紧合上了。我心下大痛，乔墨雨更是泪流满面。宋菲菲，下一秒，宋菲菲猛然睁开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口咬在了乔墨雨的脖子处。啊！乔墨雨惨叫一声，用力推开宋菲菲，我又惊又怒，想伸手按住宋菲菲，又怕出手太重伤到她。完了，我也要中尸毒了。我卡里还有3000块钱没花完呢，人死了，钱还没用完，我不甘心啊！噗哈哈哈哈哈哈！哎妈呀，笑死我了！宋菲菲捧着肚子笑得满地打滚，因为太过用力撕扯到伤口，她一边疼得龇牙咧嘴，一边还在那笑。乔墨雨脸上挂着泪，大张着嘴，看起来像个250。我努力将眼泪憋回去，一掌打在宋菲菲脑袋上，孽徒，受死吧！宋菲菲这个神经病，居然拿这种事情来吓人。意识到自己被骗的乔墨雨悲愤地大喊一声，扑过来压在宋菲菲身上，我掐死你！我刚刚可是连遗言都想好了。他们两人滚作一团，我翻了个白眼，拉开乔墨雨，你遗言啥？你那血是3清血，百毒不侵，万邪不入，区区尸毒。说到这，我和乔墨雨同时一愣。对呀，我们虽然没有糯米等拔除尸毒的东西，但是我和乔墨雨的血都比较特殊，完全可以当解毒剂用。想到这，我忙拉住乔墨雨的手，菲菲你有救了。乔墨雨的血是3清血，一气化3清，3清真人是道教中最牛逼的大佬，你想想看，乔墨雨的血能叫3清血，得多牛逼？抹一点到你伤口上，药到病除。乔墨雨连连摆手，一副受之有愧的模样。哪里，我的血和灵珠比起来差得远了。灵珠是至阴之血，阴至则阳生，至阴即至阳。他的血中蕴含着阳气的长生之力，那长生之力气势磅礴，可破世间一切邪祟。小小尸毒可笑，在灵珠的至阴血面前，简直不堪一击。我用力抓住乔墨雨的手，你更牛逼，你别客气了，快点划破手抹一点给菲菲。乔墨雨拼命往后退，你更牛逼，你比我牛逼100倍，和你比我就是个废物。你牛逼，你的血天下第一，在你面前我就是垃圾。哈哈哈哈！区区萤火怎敢和皓月争辉？你谢中至尊，我给你提鞋都不配。宋菲菲从靴子里拔出一把匕首，一把抓住了乔墨雨，都别吵了。既然这样牛逼，那就都来点吧。他下手可是真不含糊啊！很快我和乔墨雨的中指上就被划了一个大口子。抹完血的宋菲菲脸色很快由青转白，发黑的嘴唇也逐渐变得红润。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抹了把汗。宋菲菲没事就好，刚那一下魂都被她吓没了。打扰一下，咱们是不是应该去找一找其他人？薛宽弱弱地伸出手，他和齐元周两人依偎着缩在一起，弱小又无助。他的话提醒了我，这个地方被布置了阵法，显然对方是有备而来的。导演他们都是普通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事情了。你们在这休息，我去看一下。我话音刚落，立刻遭到了在场所有人的反对。法器不能用，道术失效，阴阳眼也没法施展。在这个地方，我的武力值成为了最有力的保障。我只能带着他们一起去。我们几个人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我是鸡妈妈，他们全是鸡崽子。这祠堂除了当中的大堂以外，东西各有3间房子。导演他们就在东北最左侧的一间房子，门没有关，屋内放满了各式各样的机器，只是这些机器都横七竖八地摔在地上，椅子也都被人踢翻了。导演，你们在吗？屋内光线很暗，我警惕地环顾了一圈，最后在桌子底下发现了满身是血的导演。导演，你没事吧？我用力拍了拍他的脸，见他还是没反应，直接大力掐上了他的人中。鬼，有鬼啊！被我一掐，导演终于睁开了眼。他先是挥着手在空中一顿乱舞，等发现我们几个以后，他立刻扑过来想要抱住我。呜呜，灵珠，你总算来了！这里有鬼呀！我嫌弃地朝边上一躲，站在我身边的薛宽被导演抱了个满怀。怎么就你一个人？其他人呢？说到这，导演更激动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你都不知道有多吓人。我正在那看视频呢，小张突然发疯了，拿刀捅死2个人后，对着其他人又抓又咬的，把小陈的脖子都给咬出血了。还有啊，副导演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根棍子，
对着我们那是一顿打呀，我被他打了一棍子晕过去了，他们肯定是被鬼附身了，这个地方好可怕呀。这导演简直是个话痨，抱着薛宽不肯撒手，一直喋喋不休在那说自己有多害怕多无助。我不该接这个节目的，真的，如果我不接这个节目，我就不会到这里来，如果我不到这里来，我就不会碰到这么多事情。呜呜，他们都失踪了，不会全死了吧？我真的亏大发了，我尿急，灵珠你能陪我去厕所吗？厕所在这屋子的正对面，穿过院子就到了。我实在是懒得搭理这个又胆小嘴又碎的导演，让薛宽和齐元周陪你去吧，我还要去找找其他人。薛宽和齐元周有些不太情愿，不过薛宽好像也憋了很久想上厕所，只能硬着头皮跟导演去了。乔墨雨扶着宋菲菲坐在一边休息，我走出房门来到隔壁的空房间，这里被节目组安排成了休息室，不大的地方摆满了简易的行军床。有人吗？我随意喊了2句话，走进屋里，刚想四处检查一下，突然脚边的行军床底下钻出来一个人，一把抱住了我的大腿。呜呜，灵珠，你总算来救我们了。这不是摄像师张浩吗？也就是刚才导演说的发疯拿刀捅死了人的小张。张浩穿着件黑色的长袖，胸口白色的印花上满是血渍。看到我他很激动，一段话说得又急又快。我靠，导演疯了呀，突然拿着刀对我们又砍又杀的。小陈胸口中了一刀以后跑出去了，他肯定死了。呜呜，还有副导演也疯了，大家全都跑散了，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灵珠，你快去救救他们吧。我手臂上汗毛顿时竖起，人也朝后退了2步，拉开和张浩的距离。你说谁砍人了？这个诡异的地方，我的阴阳眼根本使不出来，也没法判断张浩和导演到底谁在说谎。想到跟着导演去厕所的薛宽和齐元周，我心下一凛，快步冲出了房间，朝院子对面的厕所跑去。灵珠，你跑啥？乔墨雨和宋菲菲见我跑了，2人急忙跟了过来。我一跑，张浩也慌慌张张地跟了过来。灵珠，你等等我呀，你别丢下我。看到张浩，乔墨雨和宋菲菲2人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很快我们几人就全都堵在了厕所前面。你们为什么这么看我？看得我心里发毛。这厕所盖得很简单，一共就2个坑位，都紧紧关着门。站在一旁的齐元周见我们一帮人呼啦啦冲过来，吓了一大跳，尤其是看到张浩时，更是朝我身后躲了躲。我靠，张浩不是被鬼上身了吗？张浩委屈极了，立刻把刚才和我说的话又复述了一遍。他说完以后，现场有片刻的安静，我们所有人都默默后退一步，警惕地看着他。你们信我呀？导演真的被鬼上身了。我转头看向齐元周，导演和薛宽呢？齐元周伸手指向厕所，他们2人都说肚子疼要上厕所，我就在边上等呢。这2坑位紧紧挨着，我们闹出那么大动静，薛宽都没说一句话，他不会出事情了吧？薛宽，你说话呀，薛宽！齐元周扯着嗓子喊了几句，厕所里还是寂静无声。灵珠，怎么办？灵珠！看着齐元周希冀的眼神，我示意所有人退后，然后一个助跑，一脚踹开了厕所的门。啊！薛宽一声尖叫，捂住了自己的脸，把门给我关上。你们都不许看！薛宽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蹲个坑而已，至于把裤子拉这么低吗？我恨不得自戳双目，踉跄着朝后退了2步，一把扶住了身旁的乔墨雨。完了，我的眼睛不干净了，我的眼睛！乔墨雨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要往好处想，幸亏你看的是薛宽，不是导演，不然会更脏。想到胖胖矮矮的光头导演不穿裤子蹲在茅坑上的模样，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谢谢你，乔墨雨，确实有被安慰到。我干呕了几声以后，气急败坏地对着厕所门跳脚。薛宽，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刚才喊你为什么不答应？厕所里传来一道委屈巴巴的声音。我不习惯在拉屎的时候说话，一时间我突然感觉有些心累，不想打架，不想说话，就想回家躺着。你拉完了吗？可以出来了吗？薛宽更委屈了。我没有带纸，你们谁有纸？众人都有些沉默。就在这时，薛宽身边的厕所也有了动静。我也没带纸。当齐元周递完纸以后，薛宽终于红着脸出来了，他将头垂得很低，一副恨不得掏个洞把自己埋了的模样。导演的厕所门也打开了，他倒是神色自若，面上一点也没显出难为情来。不愧是会娱乐圈的，心理素质真是好。只是这泰然自若的神情，在看到张浩以后有些崩溃。胖导演用一种和他体型极为不符合的灵活步伐跳到我身后，惊慌地抓住了我的手腕。灵珠，有鬼啊！我挥手想甩开他，意外地发现这胖导演竟然力气极大，我甩了2次，愣是没甩脱。不好，这不是普通人该有的力气。小心！我转过身，对着乔墨雨和宋菲菲大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只见张浩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把匕首，面目狰狞地对着宋菲菲的胸口刺了过去。菲菲！关键时刻，乔墨雨一把推开了宋菲菲，自己也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宋菲菲刚好滚在胖导演的前面，他立刻松开我的手，从怀里摸出把剪刀，就要戳向宋菲菲的脖子。我一脚踢开他，拉起宋菲菲护在身后。张浩和导演2人凶相毕露，眼含杀气，一前一后举着匕首和剪刀再次朝我们扑了过来。
看样子两个人都被恶鬼附身了。我摸了摸身上的符纸，一共只剩下3张了，不到关键时候不能用。乔墨雨，你还愣着干啥？用你的雷击令啊！乔墨雨有块从不离身的雷击木令牌，是他们帝师的传派之宝。我不由得有些后悔，我平常用的法器都比较大，不太好藏在身上，不然七星剑和桃木剑一出，这俩恶鬼不是分分钟拿下。五雷号令，乔墨雨一令牌拍在胖导演脑门上，而我则是咬破中指点在了张浩的印堂上。张浩立刻昏死在地上一动不动，胖导演倒在地上像触电一样浑身抽搐，没有阴阳眼，真的和瞎子一样，两眼一抹黑，连对方是人是鬼都看不出来。为了安全起见，我咬破手指在每个人身上都画了一道护身符，有了这符就可以避免鬼上身了。我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手指十分心疼，这次参加这个节目真的是亏大发了。我画完符没多久，胖导演和张浩缓缓转醒，我没顾上搭理他们，我的心思都在宋菲菲身上。刚才张浩那一下明显是冲着宋菲菲来的。菲菲，你最近有得罪什么人吗？宋菲菲按着伤口脸色惨白，她也意识到了这一切估计都是有人布的局，目的是想要她的命。她苦笑着摇了摇头，我这家境想要绑架我的人很多，但是想要我命的却不多。作为一个混吃等死、游手好闲的富二代，宋菲菲家的公司企业都是由专门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她手上的大多数钱都在信托基金，和她的那些堂兄弟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宋家人都靠着宋菲菲爸爸吃饭，而她爸今年也才47岁，正当壮年。虽然宋菲菲是独生女，以后能继承她家的所有财产，但是她爸实在是太年轻了，哪怕她现在出了意外，她爸再生一个都有可能。我们一帮人想了半天，也猜不出到底是谁要宋菲菲的命。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咱们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走出这个鬼地方。我话音刚落，所有人都躲到了我身后，胖导演和薛宽甚至为了谁能靠我更近而差点打起来。被我骂了一顿以后，几人总算是安分下来。我走在最前面，宋菲菲跟在我身后，在之后是胖导演和张浩，乔墨雨自然是压轴的。我们一行人小心翼翼地踏出祠堂，此时天色早就黑透了，这小山村的路上连个路灯都没有，只靠天上的一轮明月照明。破败的房子，寂静的山村，幽暗的光线，这场景这画面像极了中式恐怖游戏。呜呜呜！突然间，一阵幽怨的声音响起，如泣如诉，好似有个女鬼在哭嚎。我立刻沉心静气，瞪大双眼注视着前方，他们来了！妈的，陈导，你能别叫了吗？宋菲菲怒骂一声，停下脚步，用力拍了胖导演一巴掌。这画面已经够瘆人了，你能不能别再配音了？陈导被他拍在肩上也不生气，反而有些委屈，人家害怕嘛，闭嘴！我忍不住有些怀念和宋菲菲独自行动的时候了，这帮猪队友可真是难带啊！这村子很小，10几户人家沿着村中心的打谷场而盖，有一条小河从村西穿过，河边种着许多柳树，如果在白天来逛的话，景色还是不错的。看到小河，导演扯了扯我的衣服，我刚刚上完厕所没洗手，我能去洗个手吗？我低头看着被他拉住的衣角，越看越嫌弃。你要是再乱碰我，我就让鬼来把你抓走。我也想洗个手。薛宽弱弱地举起胳膊，我抽了抽嘴角，不分场合的讲卫生，只会害了你们。导演好像有洁癖，不让他去洗手，全身针刺一般，浑身不自在。我带着他们沿河走了一段路，导演实在是忍不住了，不行，我得去洗个手。他不顾我的反对，跑到了河边，手刚伸进河里，就发出了一阵惨叫声，救我！灵珠救我！只见河里伸出一只惨白的手，紧紧抓住了导演的手，两人十指交扣，看起来恩爱又甜蜜。我和宋菲菲、乔墨雨站在一边，笑得见牙不见眼。导演，你运气可真好，在这小山村里还能有艳遇呢。宋菲菲疯狂点头。导演，大鹅是怎么叫的？你听过吗？该呀，该呀。笑归笑，人还是要救的。也幸亏这导演体重惊人，他拖着那手，身体像个秤砣一样朝后坠去，硬是坚持住了，没被那手给拖走。五雷号令，乔墨雨一令牌拍在那水鬼的手上，水鬼被拍走了，导演也被拍得浑身哆嗦。水能导电，他这是被电妈了。水鬼跑了，我也没去追，这地方还不知道有多少鬼在暗处等着我们呢。保护宋菲菲要紧。我带着一行人继续上路，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重重黑影，看样子是一个小村落。等我们走到那村子路口时，众人的脸色都有些难看。村子的入口处长着一棵巨大的老樟树，樟树上钉着一块铁皮牌子，上面写着清河村3个字。走了半天，我们又绕回来了，这是遇上鬼打墙了。我低头看着自己满是伤口的手指，实在是不舍得再放血了。你们有谁还是童子之身？童子尿可以辟邪除祟，自然也能破了这鬼打墙。导演摸了摸下巴，对我发出了灵魂拷问。我没有睡过女的，但是我睡过男的，我还算是童子吗？众人都有些沉默，宋菲菲和乔墨雨紧紧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当中。我抚了抚额头，叹了口气，滚，下一个。齐元周虽然相貌平平，身材瘦小，但是居然很洁身自好。
我们几人立刻对他刮目相看，我更是激动地走上前，握住他的双手，快掏家伙！滋他！齐元周扭捏了半天，非要让我们转过身去，尤其是导演，严禁回头。他满脸通红地走到树下开始解皮带，我背着身听了半天都没有听到水声。这解皮带的时间会不会太久了一些？不好，齐元周出事了！我骤然转过身，眼睛一阵刺痛，灵魂再次受到了10000点暴击。卧槽，齐元周你变态啊！你为什么对着我们尿？齐元周都快哭了。我背对着你们有点害怕，就转过来了。巨大的无力感涌上心头，我黑着脸摆了摆手，你动作快点。导演带着一脸猥琐的笑容凑上前来，齐元周和薛宽，蜀美，累了，这帮傻逼谁爱拯救谁救，都毁灭吧。我怨气冲天的抱着胳膊站在那，等齐元周放水。可差不多过了4、5分钟，身后还是寂静无声。但是有了刚才那一幕，我们几人谁都不敢转过身去。最后还是导演自告奋勇，他刚转过身就发出了一声惨叫，出事了！齐元周不见了，那么大一个活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他身上有我画的血符，普通的鬼怪进不了他的身，能把他抓走的不是等闲之辈。我抿着唇走到树下，心里涌起巨大的不安，用力拍了拍那老樟树，树皮粗糙坚硬，触感和真实的树完全一样。我感到眼前迷雾重重，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戏耍我们。啪！一片树叶掉落在我头顶，我扬起脖子，瞳孔猛然收缩。齐元周正站在粗壮的树干上，瞪着眼睛拼命挣扎，身后有人紧紧捂着他的嘴巴。看到我抬头，那人索性一把推开了齐元周，他撩了撩头发，露出一个极为开心的笑容，尖利的长牙闪着白光。我顾不得摔在脚边的齐元周，死死地盯着树上的男人。灵珠宝贝，好久不见，有没有想我？是欧晨毅，吸血鬼欧晨毅。欧晨毅用一个极为潇洒的姿势从树上飞下来，斜斜地倚靠在树上，对着我抛了个媚眼，小没良心的，这么久不见了，看到我都不打个招呼吗？我如临大敌的朝后退了几步，乔墨鱼也是一脸震惊，吸血鬼，吸血鬼怎么来我们这了？欧晨毅不是普通的吸血鬼，他吸过我的血，拥有了不再惧怕阳光的能力。我现在身边没有趁手的法器，等会打起来不一定能护得住其他人。欧晨毅闲庭信步，慢悠悠地走近，我则是护着众人往后退了一步又一步。见我满脸防备的模样，欧晨毅低声叹了口气，灵珠，我不是来伤害你们的，我是来帮你的。你和乔墨雨可愿意加入我们拜月会？别急着拒绝，宋菲菲就是因为拒绝了我们拜月会的邀请才会受伤的。宋菲菲恍然大悟地看着欧晨毅，我靠，原来是你们！拜月会的事情我知道，宋菲菲之前当成一个笑话和我说过。她有个朋友加入了拜月会，人也变得奇奇怪怪、神神秘秘，每个月的初1和15，不管多忙都要跑回家举行什么拜月仪式。听宋菲菲说，那个拜月会里面的会员非富即贵，光会员费1年就要缴纳1000万整。而他朋友入会以后，整个人看着确实容光焕发，年轻了好几岁。他朋友一直想拉宋菲菲入会，每天死缠烂打，把那拜月会说得神乎其神，说只要有足够的贡献值，会里可以兑换各种神奇的东西，不但能让自己变美、变年轻，身体变好，还能增加财运和气运。同时，如果自己有看不顺眼的人，拜月会还会出手教训那人，让对方倒大霉，轻则当众丢脸，重则家破人亡。宋菲菲没有搭理他朋友，可是他朋友却急眼了。到后来更是直放话，说拜月会已经看上宋菲菲了，如果他不入会，恐怕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宋菲菲忍无可忍，把他朋友给拉黑了。我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骗钱的邪教组织，可是如果欧晨毅也是拜月会的，那这个会恐怕就不是邪教组织，而是邪物组织了。欧晨毅是不是吸血把脑子吸坏了？这种会居然让我和乔墨雨加入。我和乔墨雨用一副看傻逼的眼神看着欧晨毅，欧晨毅苦笑一声，灵珠，你应该庆幸来的是我，而不是其他人。入会，否则死。拜月会的势力比你们想象中要大得多，就连你师尊出手，恐怕都很难在拜月会全身而退。我入会。导演拼命举起手，生怕举得慢一点，欧晨毅就咔嚓了他。欧晨毅揉了揉眉心，这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就你这样的，还想加入我们拜月会？欧晨毅的话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我被盯上自然能够自保，可是宋菲菲武艺平平，道术也才堪堪入门，她要是被盯上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麻烦呢。见我一脸戒备，欧晨毅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灵珠，我知道你不会答应的。也罢，这次就当是我送你的礼物吧，你自己多加小心，等下次再见，我可不会留手了。说完，欧晨毅极为潇洒的一扬手，化身成一只巨大的蝙蝠飞走了。众人呆呆地看着他，尤其是导演，眼睛里都要冒出星星了。完了，我坠入爱河了。欧晨毅一走，眼前的大樟树和整个村子都消失不见了。薛宽松了一口气，咱们这算是走出来了吗？卧槽，怎么那么多人？薛宽说的没错，刚才我们一共有7个人，而现在这路上足足站了14个人。我看着眼前一模一样的2个宋菲菲，2个乔墨鱼，有些头晕眼花。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出现了一样的复制品。天爷啊！
卧槽，灵珠，这是什么东西？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背影，你别说，怪好看的。10几个人一起开口，寂静的小山村瞬间成了菜市场。乔墨雨脸色凝重地走到我身边，灵珠，这些全都是镜魅。镜魅是一种很特殊的妖物，它不但能模仿人的一言一行，还能照出人心，能看出人在想什么。我有些明白这拜月会为什么要杀掉宋菲菲了，她如果死了，拜月会就可以让镜魅顶替她活着。到时候宋菲菲名下庞大的资产就全都是拜月会的了。镜魅数量稀少，万千镜子中都不一定能产生一只镜魅，而这里一下子出现了9只，这拜月会果然不一般。另外一个乔墨雨满脸严肃，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我的头更痛了，看来这小山村的事情远没有结束，而拜月会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宋菲菲按着受伤的肩膀走向我，灵珠，现在怎么办？镜魅虽然擅长模仿人，妖力却并不高强，一张五雷符下去就能灰飞烟灭。这些镜魅的出现，估计只是欧晨义给的下马威，为了浅浅彰显一下拜月会的实力。我转过身看着慌乱的众人，清了清嗓子，所有人全都分开站好，每人之间保持1米的距离，围成一个圈，快点！贾灵珠皱了皱眉，危险还没有解除，你让我们全都分开，是何用意？这地方鬼怪众多，分得越散，越容易出事情。其他人一会看看我，一会看看贾灵珠，显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我冷笑一声，双手叉腰，气沉丹田，五星震彩，光照玄冥。千神万圣，护我真灵！5天魔鬼，亡身灭形，急急如律令。念完驱邪咒，我对着贾灵珠挑了挑眉，我还有驱鬼咒、诛邪咒、除魔咒，不知阁下又该如何应对？镜魅恨恨地跺了下脚，脚还没跺完呢，脑门上已经挨了乔墨雨一排5雷号令。他的身体很快变得透明，最后成了一团灰扑扑的虚影。乔墨雨精神大振，挨个往人脑门上拍他的雷击木令牌。5雷号令，5雷号令，我令。他拍了3个人以后，其他几个镜魅尖叫一声，纷纷落荒而逃。我和乔墨雨面对镜魅自然是应对轻松，可如果是普通人呢？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区分这是人还是镜魅。厉害的镜魅会提前藏身在那人家里的镜子中，日日模仿他的一言一行，甚至还能照见对方的所思所想。哪怕是最亲近的人，也很难分辨出镜魅和人的区别。我看着那几只镜魅逃跑的背影，心里越来越不安。如果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有很多都是镜魅所化呢？拜月会养了这么多镜魅，所图必然极大。这个城市以后怕是不得安宁了。镜魅四散奔逃，我带着众人继续朝前走去。走着走着，总算是出了这村子，来到了大马路上。此时天刚蒙蒙亮，路上慢吞吞地开过来一辆乡镇大巴车。看到大巴车，所有人都是精神一振，导演更是蹲到了地上。妈耶，累死我了！我这辈子都没走过这么长的路，这破地方也太偏了。等去镇子里，我一定要洗个热水澡，再好好睡上一觉。大巴车在我们跟前缓缓停下，车门打开，导演迈着腿就要上车。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别上！我的阴阳眼依然没有恢复，看不清这车上坐的是人是鬼。此刻我不由得有些佩服欧晨义这帮人，我也看出来了，他们在这地方布了一个阴阳颠倒阵，阴阳混杂，阳为阴，阴为阳，所有道法自然就都失效了，包括我的阴阳眼。布阵没啥，我只是没想到这帮家伙居然能把这阵布得这么大，简直有病。我们在这村里走了整整1个晚上了，从天黑走到天亮，竟然还没走出这阵图，啥意思？这车有问题。导演瞬间收回腿，躲到我身后，露出一个光头，警惕地看着那面包车。我们没上车，车子却依然停了下来。司机拉下手刹，从位置上站起身走了过来。老乡，我们这班车要1个小时才能过一辆，我看你们都是外地的，再不上车就得走去镇里了。这儿离镇子还有30里路呢，还都是山路，可不好走。我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车窗，车里坐满了人，一眼看去全是黑压压的脑袋。不了，我们还是自己走吧。见我不肯上车，长相忠厚老实的司机脸色有些难看。老乡，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好你个头！5雷号令！乔墨雨跨步上前，一令牌拍在司机黝黑的脑门上。啊！司机惨叫一声，一屁股坐到了车子台阶上。他伸手摸着额头，气得脸都红了，喷出了口水溅在我脸上。你这个小姑娘是不是有毛病啊？我好心想带你们一程，你却拿块木头拍我，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起我们乡下人啊？乔墨雨垂着头拼命道歉，最后还是导演拿出了2张毛爷爷，司机才不说话了。他之所以殷勤地想拉我们上车，单纯只是想赚点外快而已。我们几人上了车，车子开出一段路以后，我明显感觉眼前的世界豁然开朗，总算是走出这破地方了。导演挤过来，站到宋菲菲边上，拼命说好话：“菲菲姐呀，你可要帮我说明情况啊！这么多人失踪，那些设备也都落在那个村子里，这一次损失真的惨重。”宋菲菲闭着眼睛躺在椅子上休息，没理他。我也没心情说话，满脑子都是那个莫名其妙的拜月会。这世间真的要乱了。